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圆展科技的2位来宾，2位哦，哇，这个分享的形式显然很不一样，分别是圆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事业开发部的专案经理，以及中东区的专案经理。掌声欢迎2位，陈嘉珩、荣豪盛，欢迎。嗨，大家好，我是圆展嘉珩，我是哈森。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今天高跟鞋一定要穿非常高，因为我的 partner 哈森。对，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哦，是全球学校如何停课不停学。那首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大概会切成2个部分。呼应主题，全球学校怎么做？那圆展在其中做到什么？我们有没有很厉害的案例可以分享？那第2个部分呢？base 在圆展它的过去的累积，怎么样快速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快速的反应，回应市场的需求？那我们也想告诉大家，也与各位产业界的伙伴交流。那最后我们的下一步会是什么？那首先。大家不问，我自己先说。大家从今年大概3月起，我所有的朋友或不是朋友的人，全部都会 text 我说：“你们家的股票股后哎，然后你有买多少张？”那大家都认为我们很 lucky， 大家认为我们是疫情受惠股，但我必须说不是，真的不是。不要觉得我在狡辩，来听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应该知道，圆展科技是做智慧教室的提供者 ，Smart Classroom 的 provider。那这样子的方案，当然是要提供学生、老师进到教室里面去使用。其实今年疫情一发生的时候，2、3月的时候，我超慌的。我跟哈森就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经营的区域，中东区、东南亚区 lockdown 的非常彻底，全球除了台湾以外，不到10个国家学生还去学校上课。告诉我，圆展是一个超过60% 都是智慧教室，都是教育部门的一个公司，我们怎么会是受惠的呢？我们非常心慌。但是我今天就是要来告诉大家。我们最后的结果，我们认为是还颇成功的。那我们的关键是，大概能够支持全球立即性的停课不停学的方案，我们做到了什么？那以下大家会看到，我们把它切分为2个维度。为什么这样切？疫情来的时候，哈森 is from 巴林 is a small country in Middle East。你的麦克风。No country is well prepared。没有国家已经编好预算，知道疫情要来。很多国家连医疗资源什么都不齐备，还有没有老师跟学生知道他之后要在家上课？请问，我家里没有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最关键2个维度，一个是预算可以负荷吗？第2个，老师和学生的科技准备度 OK 吗？所以 base 在这样子的思维，我们今天会分享5个案例，包含全球从先进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怎么样在疫情来了快速反应。那首先第1个案例，我请哈森分享我们在美国的突破。These case studies we prepared for you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USA or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A lot of institutes will choose a very competitive or very cheap solution. But in USA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y have chosen ever over other competitors from Taiwan or somewhere else from the world because we are reliable and also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USA already trusted ever for so long and we are the first provider f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ere. So this kind of solution is already very easy for teachers to use. Even like kindergarten teacher can operate it and use it in home very easily. And we have provided more than 10,000 piece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OK， 所以哈桑刚刚的分享可以看到，连 Kindergarten 幼稚园的老师、幼稚园的学生可以立即的做非同步和同步的教材。很多国家是没有准备好网络的，所以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实物摄影机提供非同步的学习方案 ，right？ Right. OK。So we have several visualizers for home use or for office use or even for medical use. So you can see that we have maybe USB visualizer and up to mobile visualizer that you can use it at mobile. 很特 And we 别 have 哦。 received already a lot of awards for them. 很多很特别的应用，在这个期间，泰国教吉他的老师。印尼教医学的老师，还有教厨艺的老师，都用 Visualizer 实物投影机、无线实物投影机，拎着到他所有想要教学的角落去分享。OK， 那第二个案例我想要特别分享的是，这个概念非常普遍哦。大家想，很多国家的政府选择我发给每一个学生一台平板电脑、一台行动载具，即使你回到家，你只要连上了我们的库克云、我们的学习平台，还可以考试，可以交作业。所以其中最经典的案例，我想分享是日本 Giga School。它本来呢是希望在2024年是一生一平板、一生一个电脑。但是疫情来的时候，这个非常危急的情况下，它编了3000多亿的日元的预算，今年就采购超过700万台的行动载具。哈桑，我们不是卖电脑的，好伤心。对，但是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所有的国家采购了这样大批量的行动载具，我们很得意的是，我们满足了连日本这么龟毛的国家，他们要求的安全、可靠、稳定的管理和行动载具的管理系统，是我们做的，是 Ever 做的。那这样子的方案，在日本。在泰国都是日本的教育部都是采用行动载具的方案。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充电车有非常多的款式，在日本一定要通过 PSE、美国 UL、欧洲 CE 这些安全认证。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突破价格竞争的譬如说中国制的产品能够被选为解决方案。那第三个案例呢，我想大家最熟悉的，讲到停课不停学，大家一定想到就是视讯会议的应用。视讯会议其实是我们在办公室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在用的方法，但现在是全部的国家都要用到作为远距教学的平台。那这个案例呢，我们是想要说，其实在去年底的时候，新竹县它很特别哦，它就想要编一个全县的直播教学和直播会议的系统，它在全县80+41这样的121所国中小全面布建了一套视讯会议的系统。那也因此3月的时候，教育部开防疫会议，新竹县不用调所有的老师去到一个特定的空间，增加感染的风险或传播的风险，大家就直接如图上哦，大家可以看到就在办公室里面去做远距会议，去做沟通。那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全球，我们和主流的软体，譬如说 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s 或者 Zoom 等等平台合作，所以 even 到国家层级的资安层级的会议都会交给圆展。那这个是 G7， 还有这个是COVID-19 的东协元首会议。那大家可以看到有翁山苏姬啊等等马来西亚总理。那Yes. 技术部分。For advanced solution, we consider the auto tracking cameras is one of our solutions that teacher can use and can operate by himself in the classroom. And we helped a lot of teachers and a lot of classrooms to prepare even for the pandemic for this kind of situations as well. And also can be used in the normal daily life situations as well. Yeah. 那刚刚哈桑说到，我们有不同的模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科技发明呢？我们为什么会要 deliver 这样子的新的产品？因为其实是那个 PM 没有朋友。好，不是，其实是在之前，我们认为科技应该要服务人性，迟早我们应该都不需要有一个人像今天这么辛苦的大队人马在控台去控制。那自动追踪摄影机，能够去打造零接触的录播教室，这是为什么在这一次所有的国家都告诉我们他们需要这样子的方案。Hassan in Tunisia,
Yeah, we have chosen a lot of case studies, and most of them in Middle East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ecause we also want you to see that ev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education, and even in the pandemic, they don't want to stop the education. They want to keep going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as well. So this university is in Tunisia. It's called MSD University, and there are in Tunisia, they locked a lot of cities in there. So MSD decided to fix 2 cameras in each classroom. So if the teacher cannot reach the classroom, he can teach and interact with his students from his home. And even if the students cannot be arrived at the classroom, they can interact with their teacher through third-party software such as Zoom or Teams, which is considered also a very simple network structure. 也就是说，教室的前面和后面都有我们的追踪摄影机的录播系统，不管老师不在学校，学生不在学校，我们都抓得住你。那在进阶的方案，我想请哈三介绍这个后疫情时代未来的教育需求。Yes. So in USA, you can see that since March 2020, the webcams and educational softwares purchasing it's already increased,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after the pandemic, like a lot of institutions will dump their solution. No, this will keep going. We are going to see a hybrid teaching in the future. We are also going to see pooling resources between universities. I think in Taiwan's already existed in Taida and some other. 台大，MOOCs， 台大的录播教室，台大的摄影棚。Yes, and also like that will help students to reuse the materials and prepare for exams afterwards. Okay. Yeah. So this is one of the case study in Israel. So already they are thinking ahead. They already prepared their classrooms and prepared their platforms for the student to use. So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lass, the teacher can record his class and already upload it to the platform. Yes. And this part of the news, it was already published in there. 以色列的新闻报道。Yes. Okay. So you can see here, like besides the camera, they already have their platform and they already have their network for the students and for the teachers to use. OK， 虽然我们今年不能出国，但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案例，从美国到中东到日本到忘记，所以好像也带大家出国了一趟。我们希望就是呼应这个计划，那多跟大家分享国外的在海外输出的情况。那 in Middle East, Hassan do very well, and how's the status? So far, so good, and in every, So far, so good. in every country that they have a sufficient GBD allocation for education, we are existing in there already. So Okay. you can see in Morocco, Tunisia, the whole GCC, and even Turkey, we are already existed in there, and we are currently helping more than 40 universities Yeah. in 12 countries. 非常令人骄傲，就是以上5个类型，从简单低成本一直到复杂性比较高的，像摄影棚系列，然后联合云端平台的方案，我们大概都分享完了。所以 again, we are more than lucky, much more than lucky. We prepare for years.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说，圆展在平时，在这么多年来，我们 follow 经济部工业局的脚步 ，follow 计划的脚步，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做了事前的准备。那首先呢，我想要说，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圆展它就结合了 Skype 官方的整合，我们就推出了第一个做远距教学的专门摄影机。那Ever 自己结合了，当时大家不要想，现在5G， 当时多少 G 啊？3G 可能吧，我已经忘了，但我只记得时常在断线，大家骂翻了。其实不是 Skype 的错，当时的 infrastructure 的错，所以当时做这个远距教学非常的不容易。但尽管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做了波兰、俄罗斯、等等的国家10多个国家进行了文化和学伴的课程。再接着后来呢，我们加入小校联盟，就是经济部结合像教育部的偏乡学校，我们在做教具分享，我们把教学专用的直播设备传递到许多的偏乡。
所以后来其实这个计划在服务国教署的新住民语文计划，原名的语言服务直播计划，那圆展都有参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其实我们在很早就在准备做远距教学这件事情，也跟很多的平台就在做早期的整合。那第二个部分，哈桑 ，Your microphone should be here. Remember? OK 。OK。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会觉得是我们核心竞争力在研发的部分的分享。首先，圆展坚持台湾制造的品质，所以在这次中美的竞争，大家会说哦，我们又受益了。可是我们平常就在准备的是，大家有看到我们位于新北市土城的工厂。我们拿到了多少的 ISO 认证？其中 ISO 13485，它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为医疗产业、车用产业的摄影产品做代工？没有这些认证，我们不能生产这些领域的产品。那接下来呢？另外在研发的部分 Yeah, and you can see we ar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a lot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you can see it's not only a normal camera. You can see the effort and the research made for this kind of solution. And our RDs already try to understand the teacher needs. So sometimes you don't want only to track the teacher. Sometimes the teacher needs to show his materials on the blackboard. So we already have prepared this kind of scenarios in teaching as well. Yeah,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能有独步全球的3种追踪模式？要感谢台湾的老师，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老师就跟我说，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追我啊？我想要呈现我今天的简报，所以我们就在研发新的演算法。那我们有大量的 R&D， 高达快要40%的员工是我们的研发团队。那另外 Yeah, and even in research center or in cancer center, you can see that this solution also has been used because people don't want to stop education. They don't want to stop exchange information. Even in this pandemic, research still going and people still want to share it abroad. So doctors don't need to arrive to Taiwan, or even they are not able to arrive in Taiwan. They still can exchange information with each other. Yeah, 所以医学的研讨会直播没有停止。尽管这个核心医院500人的空间现在可能坐不满，因为大家不会飞过来台湾，但是我们在线上继续从事所有的医疗教育、医疗的直播的活动。那这些是我们研发的自动追踪摄影机获得的专利和国际的奖项。那好，很开心的是要跟大家说。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的模式，就是在坚持我们的品质和研发之外，我们和主流的软体、主流的应用软体去做搭配。例如，我们看到旁边的 Zoom、Meet 跟 Teams， 那这也被 Force and Surveillance 这个国际组织在报告中把我们提为市场的 disruptor， 市场的破坏者。这是怎么样的殊荣啊？大家有看到我们旁边是 Google 吗？还有 Logitech 吗？那我们用新的模式去定位我们自己在市场上，所以我们被说是市场破坏者。我们非常非常开心这样子的一个跨越。那另外进阶到研发完了之后，我们要输出国际之前，希望更有信心。那所以市场，我觉得在台湾的厂商有绝佳的机会，是因为我们有大型的场域验证的经验。从2018到2020这3年来，前瞻的计划，我们参与了台北市、新竹市、花莲县、高雄市等等的大型全县的导入。所以各位老师，也许在现场，您在学校就会用到我们的触控式的电视、触控的大型的投影幕，然后以及或者是资讯整合控制器，现在就在超过14000间教室为大家服役。那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东西要卖到海外，如果问题很多，公司会讲。所以我们在台湾经过1万多间的教室，同时在 run， 同时在操我们的 R&D 跟 FAE， 它是活下来的。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的是，我们能够跟着工业局的角度，跟着政府南向政策的角度往南向出发。那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刚刚资策会庄芳珍主任有分享哦。其实，在印尼啊，非常非常感谢这个计划。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跟着工业局到印尼最大的大学、最大的私立大学去做示范点的建立。那因为这个大学的校长他是教育部的次长，所以呢，新闻媒体的报道让我们的直录播教室在当地被当地的代理商、经销商认识，还有接着建立品牌知名度。接下来大家也知道，做国际输出最重要的就是经销代理体系的对我们的付出的时间。接下来大家就是服服帖帖，因为教育部次长的学校，你做得到吗？代理商你做得到吗？我们台湾政府跟印尼教育部这么互相密切的、频繁的互动，我们做到了。所以接下来就有展开非常多后续的扩散和那个生意。好。你还有1分钟。1分钟。好，回到圆展，回到我们的初心。圆展是一个小型的上市公司，但是我们非常专注在研发还有生产，所以我们要求自己的社会企业责任。我们是非常难拿到的 Sony Green Partner， 也是多次被矽谷的 Tech Workplace 提名的公司。那在疫情之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5个类型的停播不停学、停课不停学的方案以后，我们思考未来的生活不会回到以往，只会是分流的学习 ，hybrid 的学习。那我们看到很多报告都在说，未来的趋势 ，telemedicine、teleworking、distance learning 会是未来的趋势。圆展当然也会有杀手锏的研发提出。但我们做不到所有的方案的所有的产品，我们希望跟今天来这边所有的产业朋友一起携手打世界杯。谢谢大家，谢谢。